好了，各位亲友，大家好啊！我们开始今天的分享。先分享张宝清同学的一个体会哈。他是看到在分享里面分享了他的体会之后啊，他说我感觉很尴尬哈，我也好久没有汇报一下我的分享了，我的体会了。说我这几个月呀，也是有太多的忙，太多的事儿，但是呢，我有了更多更好的变化。大家看他的变化，变化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我希望就是每个家庭都会能够发生这样的变化。说第一呢，是孩子爸爸，就她的老公哈，他先生说对我学习咱传统文化这个态度改变了。他说为了让我好好跟李老师和咱们各位老师好好学习咱传统文化，他不再挤兑我了，不反感我学习了，这就很好哈，他支持他了，可以说是。说还有呢，我的家庭情况，我们夫妻之间关系好了。也不是我们相互挑剔啊，鸡蛋里挑骨头了。过去总是争啊，总是吵啊。说还有就是不再这么争吵了。还有呢，我老家去年6月3号新盖房子，我原来的那些不好的习惯都让它随着旧房子的旧习惯就跟着就随走了，自己真的就发生变化了哈。从此以后啊，我好好学习咱传统文化。我这段时间呢也是来回回北方娘家，就照顾我的妈妈和我哥哥。原来是我不足，是我不好哈。说从此呢，通通的改变、改掉这都是我学习传统文化改变了我。说感谢老师和群里的各位老师。就是你看学习他分享的非常朴素哈，但是很真诚，就告诉大家我自己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首先你看我自己学习之后，现在逐渐她的老公不反对她了，也不挤兑她了她和老公的关系也变好了，然后自己的很多旧的习惯、旧的东西就没有了。而且呢，他也认识到自己可能过去在照顾妈妈和哥哥之间有一些不足，认识到这些不足，然后通通的改变掉。就传统文化就让每个人的身心各个方面发生变化，身心健康，家庭更加的和谐幸福。我们也祝福张宝清同学以及梁医生的各位亲友，每个人都是这样自己呢身体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然后家庭和谐美满那今天想分享一个很特别的内容，就上一次我们分享了说要对那个人类集体意识中就输入那些更美好的信息要分成3个大部分来讲后面我们再讲第2、第3部分。今天呢穿插一个内容，穿插个内容是什么呢？就锻炼的。就你往那一待，你无论是坐也好，站也好坐也好，站也好，就你要精神一下静得下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你静不下来，你可能比方说1个小时，你静不下来，很多杂念，和那个人练10分钟，人静得很深，那个效果真的是不一样的。锻炼需要时长，更需要什么质量。当然了，这个质量也在时长慢慢时间长了也能够慢慢提升但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在质量上下功夫，就是我要在能不能静下来这个方面下功夫。当然安静有太多太多的方法，我就想跟大家分享，就是练这个让呼吸之后，就让之后一些特殊的变化、特殊的体会，我跟大家分享自己的一些体会，希望大家能够去琢磨你比方说我就想对常人来说，每个人来说我们有眼耳鼻舌身意。眼耳鼻舌身意过去在传统文化中把它叫做什么叫六贼。为什么叫六贼呢？因为眼睛往外看看着什么很好的很美好，听什么悦耳的感觉吃等等等等，就你这个感官眼耳鼻舌身意，它这个感官通道平常呢就像贼一样把你的精气神给偷走了，把本来是一个完整的精气神或者把那个心给4分5裂了。我就觉得它就好像6条或者几条这个无形的链锁链，或者弹簧猴皮抽的你往外抽，大家可以讲这边拉一个，这边拉一个，眼睛到处拉，把你拉的4分5裂。过去曾经讲过这样的，比如说你在这看书，耳朵还听着这个，鼻子还闻着隔壁家做什么好吃的了，脑袋想乱七八糟的，就你这个人看似在这儿，其实是4分5裂的，把你拉牵扯着，像五马分尸一样，把你就这么牵扯着。
牵扯到最后呀，完全没了，身心就彻底分离了。大概讲是身心就离绝了。就你本身心是一个整体，精气神是整体，但是这个6条线把你拉着往外走。但是不止6条线啊，就是你整个你的精神往外开放。眼被色拉走了，耳朵被声都拉走了，你这个身心是分离的。有的时候不是说身体离开了心，而是心被外界瓜分殆尽。你本来是个完整的心，瓜分没了，就这样一种感觉吧。或者说你那个觉知本来是有灵敏的觉知，被拉走，那个觉知就分散掉了，迷失到了什么外界的各种东西上去了。很简单的一个比方，比如你经常有时候看手机，哎呀，眼睛看着很好看，耳朵听它的声音，脑子还就想着怎么着。有的时候很多人是这样，1-2个小时刷过去之后啊，你甚至不知道你刚才看的是什么，或者说你根本不记得自己存在过，这1-2个小时你存在没存在过，是不是活在这个世界上都不知道。就那段时间你的精气神被6根瓜分了，就散落在哪儿啊？这个短视频里，无数条各种资讯里，而这个资讯闪讯即过，你记都记不住。我相信这是很多人都有过的体验。就你看过这个东西之后，看完之后一会儿问你刚才看了啥，你啥也不知道。说这就是什么状态呢？散，往外散的状态。精气神像一盘散沙，不但那一盘散沙，不断的往外抽走，你精神就抽空了。好多人会说，哎呀，我的精神都好像抽空了一样，你真的被抽空了，被眼耳鼻舌身被这个链条给抽。打比方就是这个链条给抽，往外拽。那这个所有的链条里面都有一个什么呢？都有一个我要在外面听这个，我要看这个，我要得到这个，我要感受这个，全是我。这个我一直往外走的，往外去抓取的。但是当你让呼吸的时候，让，哎，我们曾经锻炼讲说，一让，要把那个我让出去。这个手上我能干什么？哟，我出去了。这手上我和这个手在一块儿才能干事儿。哎，你睡着了觉可以说，你比方那个我睡着了，这个手也干不了事儿。我醒来，我和这个手合在一块儿才去干事儿。我和这个眼合在一块儿才去看东西。我和耳朵在一块儿才去听。大家想是不是？那个我睡着了，你也不能看也不能听了。说让呼吸，我讲让，从手中让出来，从眼睛这让出来，耳朵这让出来，都让出来，让一切如其所是，把那个我抽出来了。大家注意哈，这个比方哈，刚才是6条绳子拉着你，拉住了。突然间那个我没有了，就好像抓这个绳子的那个手一松，那个绳子嘟回来了，就像这个弹簧，一个猴皮筋弹簧拉着你往外拽。突然之间拽那个手，啪它一松，那个嘟回来了。就本来是往外拽一下回来。我说清楚意思，大概是就这么个比方啊。其实真的就是这样。其实不是说把那个绳子挣断了的，不是剪断了的，而是什么呢？这个我抓这个绳子的那个我退出去了，退场了，他们自己就失去了着力点，就这个往外失去着力点，就像你一直攥着绳子，绳子一松，嘟噜，那个绳子自然的落下来了。那绳子的精气神，那个精神拉出去，气拉出去往外拉着，你这一松，嘟噜，精气神咕噜回来，那个心不再被拽着了，被拉扯了。我说清楚意思没有？真的是这样。你看东西，精神哎呦不看从精气神从这儿回来了，听不听从耳朵这儿回来了。那一刻，你感觉所有的精气神就像那个潮水
哇，退潮回缩一样。那些散落在外面的，你注意这个，注意那个，就感觉这个，感觉那个，那个注意力，那个觉知，咕噜回来了。在外面觉知是谁带你出去的？那个我带出去的。瞬间，那个我一松散，回来了。你就不是那个四分五裂的存在。刚才分散在外面就是四分五裂，啪回来了。这时候你真的一下就体验到什么是完整，什么是完人。不是你光说是完整的，是整体的，你没体验到那不算。你这一体验到，至少你可以哎呦，这个时候我是一团精气神，一个完整的精气神。它跟睡着了还不一样，睡着了你对这个没有觉知了。你是有觉知的情况下，这个精气神是一个整体。也可以说你成了一团精气神，而不是一个什么呢？我有精气神，还有个我在那儿。你不是一个有精气神的人，你本身你就是精气神本身，没有一个我去拥有它，也没有我去管理它，它就是你本来的状态。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啊？你就是一团精气神，不是说我有个我拥有这些精气神，没有那个状态。那个我退出去了，本身你就是这样一个存在。我说清楚没有？这真的是很有意思。你这样，你锻炼时候体会到这个呀，那真的很美好的一种感觉。你真的有时候感觉什么呢？你被别人拽着，你可以想一想，生活中别人跟你玩，这个人拽这个手，那个人拽那个手，拽，哎呀，你很难受。被人一松开啊，一松开的就真的像什么呢？哎呀，一件什么重大的事你解决了之后啊，哎呀，长出一口气，那个心巴拉落到肚子里去了。所以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平常讲聚精会神，什么叫聚精会神呢？就需要认真的努力，聚精会神得到那种状态，对不对呢？当然也对，专注集中排除杂念，你费很大的劲儿达到这种状态。而事实上，当拽着你的那个链条断了之后，因为精气神聚精会神，那反过来就是分散精神，精神涣散。怎么涣散？通过哪儿涣散？通过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涣散出去的。那如果这六根这绳断了就是要一松开回来了，那精气神不就自然的聚精会神了吗？大家想是不是这样？本来精拉出去的，自然就回来了。精气神自然回缩的那一刻，你就能明白聚精会神不是做出来的，不是我练出逼出来的，而是什么？让出来，让出来。把那我让出去之后，精神自然就聚回来了，聚精会神。就当你不再把精神散出去，它自然就聚了。当你不再被外境牵扯，它自然就会了。你不牵扯它吗？不拉扯它，不就聚就会了吗？就像一池水你不去搅动它，自然就清澈了。大概想是不是这样？或者是就像一盏灯，你不挡着它，它不自然就亮了吗？那么全神贯注也是这样的道理，它也不是一个技巧，是我如何去全神贯注。就当你不再把神分的出去了，不分散了，那个神不就全了吗？是吧？你想到这个三心二意是分神了，你开始一分神出事故了，什么是一分神摔倒了，分神了，你神不分，它不就全了吗？它一全了，全到身体里面就自然灌注到哪儿去了？灌注到你生命本身了。
所以你看啊，聚精会神啊，全神贯注啊，等等这些词儿，确实，你是锻炼的时候，你能有的这种体会，它是很自然的。但是生活中你做不到自然，你就要去努力去做它了，努力很努力的去达到聚精会神、全神贯注。而事实上，当你进入那种状态之后，聚精会神，它是一个很自然的状态，这是从根本上解决的，把那我退出去，让出去。我表达清楚意思没有啊？那么，当你精神一回缩、凝聚，回缩到哪儿去了呢？你说，那当然回缩到身体里面了。你有身体，你有感觉它回缩回来了，你的呼吸也在那儿，可能身体它又不是那么轻轻，就是这个肉体，你回进去之后，其实里面也是空洞的，也是个空间，只是你一定会有那种大概率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有一种力量是回缩的，缩进去的。有点像那个黑洞哈，当然咱也不知道，没见过黑洞，只能从书上看或者物理学家讲，它是往里吸的。有一段时间它是往里吸什么呢？精气是往里聚的，因为平常太散了嘛，它是往里聚的，往里回收的。收到哪儿去呢？那平常所谓那个丹田了，那个丹田，它就很深，它往里聚，它这个你填不满它的那种感觉，你就想到，哎呦，为什么这个丹田这块叫气海？这个海洋，你水永远灌进去，它也灌不满的那种感觉。一下缩回来，好像一直往里说，哎呀，填不满，但是你实实在在的呀，精气神往里收，平常叫做丹田嘛，收到丹田里去了。而你还会发现什么呢？所谓这个丹田，它不是说就在这，你上丹田、中丹田、下丹田，整个里面它是一个整体的三个丹田是合成一个的。我们只是分这是上中下，其实你的锻炼，这是它是一个整体的虚空，它是一个整体的，它是空空荡荡，但是又什么呢？又是实实在在，也就是它既是虚，它又是实的。这空是虚，什么呢？它没有执着，也没有挂碍，不是它一定要怎么样，它是个空荡的，它里面没有我。它实就是什么呢？它是你会觉得实实在在的，它有这个空，它里面充满了生命力，充满了生命力。就你把它一回缩，它缩进去了。你现在就可以想啊，拽着你的往外拽，往外拽，回来了。就这个从身体的皮肤从周围啪啦缩过来，变成刚才这个手我要干这个，我要干那个，那手能动。现在有点像那小孩，我经常讲的比方，拿着个玩具在那玩，要睡着的时候，手耷拉下来了，一睡着的时候，就没有一个往外支撑你的这样一种力量了，往外显摆，往外我要表达的这种感觉了，没有稍微表达的欲望，跟我前面分享的那个一样，就没有一丝一毫的取悦他人的状态。你精气神表现出来，总是让别人看吧，表现出来给别人表现嘛，从表面上把它现出来，表现嘛。现在不是了，要内涵了，往内收，往里面进来。你平常不是说吗？说这个老虎，你看老虎走路的当啦当啦当啦，像个病猫似的，是吧？它精气神不是平常它就张扬，它不是这样，因为它足够强大，它不需要去张扬，是吧？但像那个老虎在走，光能看着它好像你看不出它的肌肉块，好像很松散的那种感觉。那个鹰
往这一站的时候，立在的时候，就好像睡着觉了，他有得病。要飞起来要抓猎物的时候，他就不一样了，就平常的精气神，全收回来了，全缩回来了，就好像，哎呀，大智若愚，我外面啥也不懂，我很怂，啥也不知道，哎呀，没有一点精气神在外面，全缩了回来，这种感觉，就这种感觉是非常美好的。你不要觉得，哟，你这感觉有啥？别人不是说你啥都不是，那没关系。别人说那别人的话，你自己是有你自己的感觉，你自己什么样，你有感觉很清楚。而且大家注意，后面我们再讲这个问题了就你精神完全缩回来，不看不听，那种你也不想说话，那种感觉，但缩回来。更奇妙的是什么呢？你的呼吸也在变化了。你不是让呼吸吗？让他自己呼吸吗？不，你只要让身体真正的让身体自己呼吸的时候哇，身体就展现出来他自己呼吸的样子。真的是这样，自己呼吸什么样的，你真的需要练才能练得到的。也就是说，平常我们是用鼻子呼吸的，当你真正进入安静，你会发现呼吸它不单单是鼻子的事儿，全身的皮肤也会呼吸。其实本身皮肤就是呼吸的器官呢，它就具有呼吸的功能了。甚至什么五脏六腑它都会呼吸，而且这个呼吸它不是说从皮肤外面进去出了，这叫呼吸。那个内脏在里面也有一个空间其实一说就不太对，哪有一个空间，无数的空间，里面也是空间，好像那个，比方说内脏在里面的空间里，它也在呼吸。所谓的皮肤包裹里面才是我自己，那是我们三维世界，我们平常常态的认知，没有皮肤包裹的感觉，内脏它也在呼吸。注意这个不是想象，也不是导引。有特殊锻炼练导引一吸气什么什么呼吸，有这个的，这样也很好。当你真正进入这种状态的时候，它不是想来的，也不是引导来的，它是自然而然呈现的。你让出那个我之后，让呼吸自然进行，如其所示之后，它自然呈现出这种状态了。那个向外牵扯的链条断了，精气神回缩了，哇，自然的这种状态。我说清楚意思没有你在这种状态下，虽然你身体好像是缩在那儿的，没有那么大的往外看，没有那么张扬的，可是你能感觉到你里面那个生命力怎么样？那个生命在充盈，在舒展，就好像过去皱皱巴巴的，舒展开了；过去不通的，在通畅了；过去不足的，在充足了。那过去太多了，它在削减它，平衡它。就那个完全是自己产生的这种呼吸状态，它就自己在平衡全身。呼吸不再是一个器官的功能，而是什么？整个生命的律动。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呢？你全身都在呼吸，大家注意你就不再是一个在呼吸的人，你就是呼吸本身。你不再是一个我在呼吸的人，而就是呼吸本身。后面我们还会讲比方说别人大概都听说过的胎息也好，全体呼吸也好我们还在说这个内容。就当你让那链条断裂之后，完全你自己如其所示的存在了，那个呼吸自然会呈现这个状态。所以不期而遇，你没想到它会这样，
它自然就是这样。你要去想它会这样，有那个我在那想，它就到不了这样。那我们现在再回到说，我们用梁安师公讲，用爱护生命。当然，我们已经明白这些道理了哈，但我们再深刻再讲一点，那什么是爱呢？说爱它不是一种情感，也不是一种付出，当然它是情感，也是一种付出，它更是一种什么呢？一种完整的状态。就当你的精气神呢，不再被六根瓜分出去了，当你的心不再被外境所牵扯或所撕拉，你自然就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一个完整的生命自然会散发出温暖、安宁、慈悲，那就是爱。你不完整，你散发不出那真正的那个温暖、安宁和慈悲。精气神是完整的，没有那个贪嗔痴慢疑掺杂在里面，没有怨恨恼怒烦搅到里面，是一个真正的纯净的完整的精气神。那个本身的存在就是爱。所以用爱护生命，这就是爱。而护生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守护这份完整，不让它散，不让它乱，不让它什么呢？掺杂一些低质量的东西，也不让它被外境牵着走。但这个护不是我盯着它，我怎么去使劲的去守护它，而是什么？而是让呼吸自然的来，让精气神自己聚，让生命自己完整。或者说这也是一种无为的状态。他不是说我要力求，我要如何，我不是这样的，恰恰是相反，是反之导之动，和生活当中这种状况很多种是不一样的。你要让，那么这个人去让的时候，呈现出这种状态的时候，但往往这个人在生活当中，他也是什么？也是儒雅的。他不是什么我都要去争，什么时候我都要显摆，到哪儿我就要显得我如何，他不是这样，是很儒雅。不是那种一看就看出来，又是这个人，是怎么力量大，或者怎么气势汹汹，或者怎么样？你看他呀，很清雅，很儒雅，就像个读书人一样，不像一个说怎么有功夫的这种状态。所以说聚精会神、全神贯注是让出来的，这个爱也是让出来的。当那个一直在控制的我退场了，当那六条链条松开了，生命本有的完整有温暖自然就呈现了。所以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哈？就这是一个实修的过程，它不是想象来的。所以当你下一次你再做让呼吸自然进行的时候，你不必努力说去聚精会神，你也不必刻意去专注集中，你只是让链条断开，让精气神回缩，让生命自己完整。就这个时候你真的会发现那个从未被分割过的你，就是那个很完整的你本自具足的你一直在那里，在那里干啥呀？等着你把我让开。就像过去说过的，人走了，那个道才来，或者说神才来。就那个本来从未被分割的完整的你，一直都在那儿了。每个人都有这个完整的，就看谁能把这个我让开，让那个完整的自己展现出来。好吧，我们现在开始一起练一会儿哈。好，今天我们还是分成两小段哈。好了，大家安静啊。
聚精会神呐、全神贯注都是让出来，把那个我让出来啊！跟大家一起往再练啊，安静。刚才说了啊，平常眼耳鼻舌身意呀，就是六贼像那条链条一样，把你往外拉扯。你可以想象这种感觉啊，就是平常被拽走，拉扯拉扯拉扯，拽拽拽拽拽，就好像生活中不也是一样吗？生活中被很多事儿啊、人情世故啊、工作生活都被拽着呀、牵扯着，到哪儿要表现什么样，到哪儿要表现什么样。哎呀，就有的时候你还得装是吧？你去做那个不想做的事儿，把你精气神拽开拽开。哎，你回到家里面，到自己屋里面了，哎呀，啥都没有，一下子全回来了。那个我从眼耳鼻舌是一下退出去了，一下退出去了。手也不需要做事儿，眼也不需要看，耳朵也不要听，脸部也不需要去跟别人笑，身上不需要给别人展现什么，我退出去了。有时候可以一下子就进入这种状态。一退出，身体往回一缩，哎呀，精气神不被牵扯，不被分裂，神就全了。这团精气神一下就聚回到身体里面了。全部的精气神没有一丝一毫的向外，你就是一团精气神。让呼吸，让呼吸自然进行。
一定不要控制呼吸。无论它快的慢的深的浅，都不要管它，你只是觉知它，让它自己调整。让出去了，特别让出头脑，那头脑就没有思考的没有思考的状态，恍恍惚惚了。头脑一定是恍恍惚惚的。如果体内有什么气机的变化，你不要管它，让它自己进行。
境越来越安静。一点觉知，觉知呼吸，心息相依，所谓丹田，是内在一个空灵的存在。
内在的呼吸什么时候启动，你不用管它，你只是让呼吸让它自然进行就可以了，它会自己调整。有时候呢，呼吸会长，有时候呼吸会短，它自己会调整。不要认为它一定得很深很长，它有时候可能会很短很浅，不要干扰它。体内或者丹田有什么变化都不用管它，让它自己进行，自己变化。
心息相依，全部的精神回来了，聚精会神，很自然的全神贯注于呼吸，整个觉知和呼吸是一体的。全部的精气神缩回来了，你自然也是收视反听，全部在里面这个空间里。
持这种状态，慢慢的竖立一会儿。一样，气窍闭合，精气神回缩。让呼吸心息相依。
静。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自己安排说。今天讲的这个内容很重要，特别是对锻炼来说。在生活中经常学着，就好像把那6个链条断一个，断一个，断一个，断了之后呢，精气神都回来了，回到里面，然后就守护着那种状态。那个呼吸啊，其实也是整体的。精气神，你的呼吸觉知都是一个整体的存在。大家可以继续啊，也可以收工。